這個 Birds 它是完全開源的，而且它還在更新。看，今年2026年1月4號的時候才 update 過。它這邊有3個版本都可以用，第一個是 Windows， 第二個是 Mac N 晶片系統，然後這是舊的 Mac 都可以使用。你下載下來之後呢，它会也叫你选模型，然后下载模型会需要一些时间，因为模型大概有1-2G。安装好之后呢，它会像这样，一開始是空的。那假設我現在把它按這個加，直接點選你的那個音檔，點進去之後，它會問你要把它設立成什麼？它的本身的模型是用 Whisper 的，你就選第一個，我建議一樣選 V2 就可以了。它也可以把它變成英文。檢測語言這邊呢，選中文。然後這邊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是，有很多人覺得 Birds 不好用，是因為當它導出之後，會發現都是簡體中文，他覺得很難用。所以呢，在這邊呢，我們必須要點這個功能，這個溫度這個不用動，直接把初始提示呢，把它改這句話。以下是繁體中文的字幕，請注意同義詞的用字，把它打在這邊就可以了。按 OK， 這樣設定之後，它導出來的就會是繁體中文。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？其實大家知道 Whisper 呢的邏輯，它是看你前一句去辨識下一句。你跟它定義是繁體字幕，它就會是繁體字幕。好，那我們按開始執行，是這個哦，我們就讓它跑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為在跑這個 Birds 的時候，它本身很吃你電腦的記憶體，所以如果你沒有讓它有足夠的記憶體去跑的話，它會卡很久。跑出來之後呢，直接把它點進去，就可以看到它這個界面。那一樣是可以改錯字的。我們今天來講極簡讀書法。極簡讀書法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就是這邊可以去改錯字，都可以去調整。那個 Whisper 也是一樣，這邊都可以改錯字啊，這個都是改字幕的軟體基本的功能。那一樣都可以導出，都可以把它下載導出各種格式。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正確率，其實也是蠻高的。然後斷字斷行的準確度，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。第二種做法呢，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Birds 它也是免費的嘛，只是你可以把它下載到你的本機電腦裡面，所以你覺得會有隱私啊，或者什麼問題，你就很適合這個方法。那如果說你不想那麼麻煩，我們第二個方法就是用 Gemini。Gemini 呢，一樣把剛剛的音頻呢把它放進去。記得不要用影片，因為用影片呢檔案會很大，所以要導出，先把你瞬間剪好的片子的音檔導出來之後，貼給 Gemini。然後這邊有一個提示詞，這提示詞大概的重點就是在於，我先定義它是一個中文聽寫的速記員啊，請他聆聽上傳的檔案，完整的轉錄為繁體中文，然後給他做一些提醒。那你甚至呢可以跟他提醒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專業的影片，那你可以在這邊備註很多專有名詞，讓他在辨識的時候是正確的。這個提示詞呢，我也會把它貼在說明區裡，讓大家可以取用。複製下來貼在這裡，提交，它就會去轉錄剛剛這1分鐘的純文字的字幕。那為什麼不用 Gemini 去導出有時間軸的字幕稿呢？他們都會不準確。那為什麼會不準確？目前沒有辦法直接用 AI 的這種多模態的模型直接導出一個有準確的時間軸的字幕檔。現在已經取得了一種完整的字幕了，對不對？接下來呢，這個字幕有2個做法。第一個做法呢，當你打開剪映，把你的素材丟到時間軸之後，你看這個文本裡面會有一個智能文本，裡面有一個文稿匹配，點進去之後呢，你可以使用把字幕貼進去。但是我跟你講，這個字幕有很大的問題是，你複製下來以後，它全部都粘在一起。這個時候又需要第2套的提示詞。這一套的提示詞是這樣，我們這樣要求，請幫我將以下的文字重新排版吧，然後這樣子，對不對？然後最後呢，我們再把這個字幕複製起來。我們把這個貼在這下面，然後這時候呢，你再把剛剛這個字幕複製起來，放在這個位置。很神奇的是，它會自動變成一行一行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只要再下來把這一段複製起來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拿到剪映去操作。因為如果你沒有那樣做，它就會導出就會變這樣，全部都連在一起。我們點選文本，智慧文本的文稿匹配。當你有丟素材上來的時候，就可以點選文稿匹配，然後在文稿匹配的開始使用裡面呢，你就可以把這些字幕貼過來，就是一行一行。那要注意的是，文稿匹配它最多只能5000字。如果你的影片很大，分批導出，按開始匹配，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位置，對不对？第一個逆向啟動原則，有很多人決定要考國家考試，不用等到補習班開課你才開始讀書。那你會說我不，所以剪映就已經非常的準確了，對不對？這時候我們只要把它導出，你就可以選導出字幕，它就是 SRT 檔。好，這是剪映的一個方式，但我們不知道剪映會不會哪天文稿匹配也要跟你收錢。第二個方法是，我們可以用 ArcTime。ArcTime 呢，在這個軟體你下載好之後，點開它也是3個平台都通用，可以在 Windows 也可以在 Mac 都可以使用。你把你的字幕貼在這裡，我記得一定是要分行分好的才有辦法使用。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寫字的區域，
點選這個區域之後，就會進入你要開始輸入字幕的橋段。然後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播放。我們今天來講極簡讀書法。極簡讀書法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，就是簡化所有繁瑣的流程。7個方向來跟你分析。第一個，逆向啟動原則。有很多人決定要考國家考試，他就要選一個良辰吉日才要開始。補習班沒有開課，不能開始；書沒有讀完，考古題不能開始。其實這個都是極大的錯誤。那怎麼樣才？是不是我就把字幕像音樂遊戲一樣把它拍打進去，用 J 跟 K 2個就可以去拍打，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按到別的，它就可以中斷這個字幕的輸入。這個時間軸就完全是你自己做，而且非常的直覺，你只要這樣一直拍打完，那時間軸就會照你很準確的，所以它就會慢慢把這邊的時間軸都吸收完。這是 Archetype 的部分，你也可以把它匯出，你也可以直接把影片丟進來去匯出，它也可以壓制成影片。好，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式，就是當我們如果剪映的文稿匹配這個功能哪一天變付費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用 Archetype 來做。再來我們要講最後第3個方法，就是你去上網搜尋這個 Cyberilly AI。這個 AI 呢，有別於目前市面上的 AI， 就是只給你一點點免費的，然後一直叫你要加入它 VIP。它的免費的就非常的佛心哦，每天可以免費轉寫3次30分鐘的文檔。好，我們來導入剛剛這個音檔。好，注意，他這邊有講到，每個免費轉寫的每個檔案只能限時30分鐘，跳轉到它的編輯的頁面。這個訊息其實你不用管它，這個你真正在導出字幕檔的時候，這一個字幕會消除。好，我們看一下，準確度非常的高。如果你是影片，它上傳速度也很快，然後它也可以直接去做一些字幕的轉換，然後直接去導出這個影片，它是可以這樣做到的。那我都是只有把它的字幕導出来，你看到它可以做翻譯，各種語言的翻譯，但是你必須要買它的進階的會員才有辦法使用。當然它還有一些功能我都沒有使用，因為我現在就用免費版的，我覺得就已經非常足夠我们創作者使用了。這邊你也可以看到我之前的一些影片也都是用它的這個字幕的辨識，這個都是字幕的辨識。那如果你要修改，它也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改，然後最後把它導出 SRT。那你要注意哦，它不是說一天有免費3次的轉寫嘛？它只有第1次的速度是比較快，後面2次會需要等一段時間哦。所以等於它第1次給的是快速通道，後面2次給的是慢速。但其實也還好，你可以把它丟着放着，然後你先去吃飯，先去做別的事情，回來以後它就字幕就做好了。今天我們總共講了3個2026上字幕的方法。